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双11上淘宝更优惠。本节目由天猫双11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下一轮的考核的内容是深度访谈。王者荣耀 Fly 张春、雪莱女，然后孟雨桐1v1的进行访谈，每一场75分钟，我们分成4组，2个人一组，前2名小组，每人可以各获得25分和20分。可不可以由我来主持？可以。真的吗？真的。这么轻易吗 ？Yes。我想采访他。那你来。我心目中更合适的人选就是你。必须。如果这一次我搭上的是任何一个人，我绝对不会让。但是如果是咱们俩的话，我感觉这是唯一的例外。我一定会努力把它拿下来。好刺激呀！游戏来了。在你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可能每一天都是开盲盒的感觉，你并不知道今天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那为什么当时选择了去做另外一份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工作？换工作这件事情就跟情侣分手一样，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妙的比喻。它端在那儿，这是必须要把它拽下来的。您其实改了几次名字，纯属扯淡，子虚乌有。你们在羊圈里唱歌，一派胡言，听不懂你的音，胡什么？但是没有看够，主要是。那您会害怕这种流量的消失吗？你觉得你面前那节会吗？这两个问题都给得很好，因为接下来还有2段，一段是 Fly 的，一段是张春老师。好期待。今天在痛苦的操场上独自痛哭，28个刚去世1年，这个家庭还能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就有灭顶之灾，也许我们就都活下来。这是看哭了吗？是的，他看到了。他可能看到他自己父亲，书中，张老师提到了他父亲去世之后的一些心境。当你引用了他的书里面的某一段话的时候，瞬间可能会激起对方的某种情感，然后会引出对方可能带有情感的一些表达。哎呀，玉哥终于发现别人哭了。我给你留一盒纸。谢谢，我也不敢看这个书了，一看就想哭。把现场交给现场。我老觉得这是我写的书，很震撼。我不敢再往下看了，再往下看我就得下楼去重新化个妆。我看一看。真的是想看不敢看，就每一句话都感觉是像我写出来的，我真不敢再往下看了。但是拿这本书，我心里会安心很多。很有力量哦。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很坦然的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就是包括我要跟他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先说我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我可以打开来
看着他，然后念一念他写的字，我一下就觉得很有力量。哎，你有被采访者疗愈过吗？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是一个一个的放在一块儿是有的。对，你有过？我有，还挺多的。哦，是吗？因为我们接近新闻当事人多，就特别容易。哦，哎，这个经历还挺有意思的。你是不是这些都看过一遍了？但再看一遍还是会很感动。是。唉，我看你写的这个也很好。其实我还是在心里给他梳理了一遍，也不见得会按照这个来。但我觉得你写的也就是真的很真诚啊！你们两个人现在都做到了完全的真诚。你昨天问你说没法再定义真诚了，我也没法定义，但我就是看到他就觉得很真诚就够了啊。会很棒的，你们采访会很棒的。姿态在那转圈儿。他一直在后面绕圈啊，有氧运动。走吧走吧，不难过不难过，做得很好啦。欢迎光临 Hello, we're back。怎么样？如何呢？看着他们很享受。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林薇，我觉得有点荡了。有点荡，怎么了，薇薇？就是感觉一般。一般学霸都觉得自己考试对，一般就是都是这样的。哭得最惨的考了98。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好，加油加油加油！拜拜。一般学霸都觉得自己没考好。对。林薇没有那个，他可能没有觉得成功破壳。你们访的就是75分钟。对啊，访满了。啊，怎么了？没事没事。薇薇，哎呀，林薇，怎么今天节约？没事，我的天哪！我觉得我们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脆弱，不知道为啥，老是哭。哎呦我的妈呀！哎，你这一直憋着吧？压力释放出来了吧？不是。就是很遗憾，然后有点对不起郎子感觉。唉，因为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我没有，然后我就会很难过。让他释放一下就好了。会不会水？缓缓。哎呦，这个好烦，为什么？就是围绕着我们，然后就是每次会被记录下来，真是。哎。你下回可以这样。平复一下。你下回这样。还是会被拍的。快跟我学这样。王玉，还是有王玉蹲下去。王玉说：“你躲到这儿哭。”还那么可爱的。宇哥现在会安慰人了。对，逗笑还是有一手。你们俩在干嘛？想干嘛？你们两个？这是有用的吗？是的，确实拍不到。真的吗？这样会让你觉得安全一点吗？哦，会。好。你看我们这个机器一直在找角度，在转了已经。你看，还是可以拍到。拍不到，不可能的。对真人秀有什么误解？什么叫景观社会？嗨，无处不在的 GoPro。访谈在我心里是所有课题里最难的，就突发情况很多，然后你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就会带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包括你跟艺人团队的沟通什么的。是因为孟雨桐她是一个戒备心比较强的人，你能感受到吗？但是我理解他，他也不能讲，他能讲什么？是个人都你看。但是我遗憾的点是我理解他，我完全不怪他，我没有资格怪任何人，我只怪我自己。我自己的点是我自己理解错了，就有点遗憾。但是你及时调整了，而且你最后也很好的完成了。那有的人被提醒了之后，他完全就再问不出来了，可是你还问了。对。你知道我第一次做访谈的时候吗？然后我说，听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啊。然后我的访谈就结束了。结束了？就结束了。第一个问题就结束了。真的假的？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的所有问题会很依赖那个问题。然后当然我也问了后面2个问题，我说怎么，他连回答3个没有。然后支点没了。那天我就问不出来了，我失语了，你知道吗？当时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比你要惨得多。75分钟给我的话，我只进行了15秒。这太搞笑了。哎，你知道吗？这个安慰特别有效。对，多说说自己的那点糗事儿，对，非常有效的安慰。比你惨多了。我觉得以后慢慢长大之后，有了成绩之后再回看这一段，多可爱。是啊，人家 underground 是 under table。under table。要不要给你拿一个这个靠上几点下？所以说我觉得你有你的专业性，你有你的稳定性，你有你的输出性，你不会有任何问题。平复了。真的很棒，你把头发压塌了，本来就塌了已经，很棒了已经，真的很棒。都好会安慰人。朗子，你真的很棒了，你把我头发压塌了，真的很棒了。这乱入了一句。宇哥，你确定在这里拍不到吗？他应该是拍得到的。是吗？但起码你会觉得它是安全的，进入了一个避难所。都怪你干嘛要看我？我刚刚看了一眼海妖的眼睛，哇，瞬间泪奔，这太恐怖了。我的眼睛里信息只有2个字：委屈。还好有你们，真的，不然可怎么办？哎，俊霖，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这么会安慰人的吗？就这是你们的日常社交状态吗？你们都这么会安慰人吗？就像朗子、玉哥这种，就是现在00后情商智商双高。这还是他们几个关系好自发的。但我觉得安慰人的第一还是你的老相识，还是子泰，这是安慰人是真的。对，其实有些时候安慰人真的还挺难的。挺难的。但是本意就是那个善良是流动，完全是对，那个善良是个能量。当你的善意出来之后呢，哪怕你词不达意，都会被对方都会感受得到的。这里吗？好。哦，还没来。来了。你好。给他泡一壶暖心的西湖龙井，可以。欧了，然后提子，他爱吃的提子。提子拿出来。各位好，今天带大家走进了解的这位嘉宾呢，是王者荣耀的职业选手。没关系的。其实我欢迎来。没关系。我特别好奇，我比较喜欢大家开开心心的这个 vlog 是 OK 的。放你飞牛。弗赖跟韵林这个，我又有点担心呢，怎么？哎呀。请大家打一下弗赖。Hello， 大家好，我是请大家打一下弗赖。是一个演员。没错，现在来看一下飞等游戏里面的上半曲。今年。就一点动静我就觉得是他来了。没事，不要紧张。太紧张了。看一下情况。我感觉没什么时间跟他沟通了，应该。现在已经40了，登场8年的这时间里，他获得了8次冠军和7次 FMVP 总。加油，你可以的！享受这个谈话的感觉，享受跟他见面的感觉就 OK 了。嗨，姐。走吧，师姐，我们现在过去吗？走了。对，走吧。走。又带上茶了。啊 ，yes， 是我们的老演员了。然后我对于那个 Fly 其实了解不多，反正我看完以后第一感受，很多的信息它是有门槛的。对，就是你没有接触过，你听不懂。就是对电竞的那些铁粉来说，可能也还不够解馋。就是懂的觉得你这个问题太浅，但是不懂的又听不懂。完了，那就架住了。Fly 比较难，我觉得对我来说，功课有点要补课的话，我根本补不过来。但是，他们决定了韵林来，反而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以为肯定是子泰去访他，他们决定韵林访我很吃惊。可是子泰跟我讲，韵林是因为了解过 Fly 之后，对他产生了无比大的兴趣。那韵林对他好奇的角度，一定不是电竞专业的角度，对，一定是从他个人来讲。那可能就没有在这里面体现。对，我就是觉得怎么是没有在这里边体现。可能他留了一手，也有可能。哎，那可以挖点石头。是的，是的。先确定思路，
做专业的还是做大众的？我现在那个特别好奇，因为好就会很好，然后不好就会很不好。对，好的话能让整个大众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新晋偶像，但是要是卡在缝里了，两头不挨就最麻烦了。我觉得岳林会有奇招，对，很有可能会有奇迹，因为他太认真准备了。Fly 来了，会更紧张，被采访者更紧张。哦，他已经到了。哪呢 Fly， 他已经到了。嗨 ，Hello， 嗨 ，Fly， 你好，好年轻啊，老师们好。你好，你好，你好。介绍一下，Fly 老师好，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冯琳。好，冯姐好。 Hello， 你好，我是韵玲。哦，对。 就是我们准备了这个我家乡的这个西湖龙井，一会儿我们可以喝一下。你好，弗莱，我叫子泰，叫我阿泰就行。阿泰，对，好熟悉的 ID。昨天我跟那个灵儿姐还她给我发微信来着呢，了解了一些你的喜好，得知你特别爱吃青提啊，对对对，特地给你买了青提。青提吗？太感谢了。 对你放心吃，不找人弄你。这都知道。昨天跟我说你最近特别爱吃青提，然后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再吃青提找人弄你。是的，是的。主要最近长胖了，被网友追杀了。青提打你。哇，那其实了解还比较细了。对，已经有点内部梗了，这个迅速拉近距离。 没有，一会儿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75分钟，反正你想说啥就说啥，我们畅所欲言。好的。就是 Fly 接受访问会经常吗？就是我在想，就是这个环境，深度访谈的环境对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很少，他会接受那种赛后采访。对，所以我觉得子泰应该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来了之后帮他先心理按摩一下，让他完全放松，情绪马上激一下。对，你这是你能做，就是让他完全放松。青提还买吗？买啊，我等一下买。破冰的时候先让他吃掉。他喜欢吃青提。 他超级喜欢吃青提啊，特别好。我想知道你喜欢的是这种青提，是青提还是这种阳光玫瑰呀？阳光玫瑰。哦，就这个是吗？对。行，那我们买对了。正好买对了。那你喜欢吃芒果吗？我不喜欢吃芒果。哦，那边的盒就不拿出来了。你也想吃？啊 ，yes。你好松弛啊！就因为不是你采访，你就可以在边上大吃特吃，太过分了。 哇，好甜啊，一点都不酸。对，阳光玫瑰很甜的，巨甜。好家伙，卖完了子泰自己吃了。他其实在做一个氛围组的工作。哦。你很紧张吗？我千万不要问这个。对，一问好像就紧张起来了。你很紧张吗？有一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紧张了就吃一口青提吧。子泰可以。对，吃一口你最爱的青提。好的，就可以了。这 Fly 太可爱了，这个样子。俊林 Fly 是 I 人吗？这一看就是吧。有一点 I 吧，还是？啊，他只是有一点吗？我觉得他们主要电竞的基本都还是会有一点 I 的，有一点 I 的属性在里边。得先宅呀，主要是。对。 哎，你现在定居在哪里？俱乐部在上海，都在上海。对，其实看视线能看出来，主动跟对方有视线接触的艺人比较多。你看他没有接触过。济南2W侠在上海。对。哦。因为他没有，他主场还在建。就基本比赛都在上海进行。那你之后还要回济南吗？还是就一直在上海？不一定吧，这个看吧。他主场不一定弄得好。 所以上海算是你们今年的主场？不算。这只是说在没有主场没有建好，或者是没有主场队伍的情况下，会进行在上海有 KPL 的场馆。是不是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船的那个地方？是吗？船对面。哦，我去过，我在那边看过那个无畏契约的比赛。对，我们就在无畏契约对面。你有没有什么不能问的问题啊？他都没想出来呢。想不起来，那就是没有。我觉得你这种状态就很好。正常，对这个状态就非常好，我们非常感谢。因为我感觉你其实是一个有很多经历的人，是吗？年轻人在一起互相对话还是更轻松一点。对。还行吧，主要精力全在王者荣耀了。
精力全在王者荣耀了。因为我们是同龄人，但是我感觉我才刚毕业，然后你就已经有这么多成就了，好厉害。可以开始。好的。OK。哦。好，那我们就开始。打板。打板。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王者荣耀的职业选手。那8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是获得了8次冠军和7次 FMVP 总决赛最佳选手的称号。我的天哪，那不是称霸一个时代？就是最高的山啊！最高的山，对抗路的尽头。那从籍籍无名的小将，再到满身荣誉的飞牛大将军，他都经历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跟他聊一聊。Hello，Fly。Hello。我想知道，一般你喜欢大家怎么称呼你？是叫你 Fly， 还是叫你彭云飞？我觉得都可以啊，看大家想怎么叫。我觉得叫我大名也可以。叫你大名也可以，彭云飞。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以前有个队友叫墨酱。墨酱，他每天就彭云飞，天天在我旁边就彭云飞。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种称呼。为什么他叫你本名你会觉得印象很深刻？难道平时没有很多人叫你本名吗？这么多届队友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叫我本名，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但是他那个发音又很搞笑，知道吗？就还有发音比较可爱，那我就原谅他吧。他怎么发音呢？他就是嗲嗲的。彭云飞，是这样吗？比这个好一点点，但是差不多。比这个好一点。哎，韵林有他独特的方式。我刚刚有点过于就是做作了，是不是？还行。还行。好，那我叫你云飞吧，或者我叫你云飞和 Fly 好不好？因为你现在的 ID 是 Fly 嘛。对，可以啊。好，那我就换着叫，我都叫一叫。你最近是都在上海吗？对，最近都在上海休赛期。休赛期最近在干什么？我明天就要去新疆玩了，因为撒贝宁老师说了，不去赛林湖等于白活了，我不想白活。他还挺好玩的，好玩的，太可爱了。他们都有特别多的梗，其实。赛场之外，特别可爱。太可爱了，跟卡通片似的。对不起，刚开场就让我笑成这样。好的，那我希望你旅途愉快。但是在旅途之前，我们先来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很好的开场，不错呢。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你自己都不一定能注意到。你还记得你是几年来的上海吗？我来的比较早，我好像是2015年来的。那你还记得你15年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的情景吗？就当时坐个大巴车，我就3天3夜我就过来了。坐了3天3夜过来的。对，其实来到上海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很迷茫。很迷茫。因为太大了，因为我在老家的建筑物它没有那么大。我一下车，因为我坐的是大巴过去的，然后刚好下去的时候那边很多高楼，然后我抬头望我就很迷茫，因为当时我要等我爸来接我，所以我在那边一直在自己在那逛，然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建筑物和商场跟超市。所以我当时是比较迷茫的，然后也比较期待，就跟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就在那里转，因为那有个很大的建筑，我在那旁边转了一圈，走了很久，我记得。没有记错，那个时候应该你才16岁。16岁，对，16岁。16岁，对。那你真的很勇敢哎！16岁那个时候，我想想看，我16岁在干嘛？我应该是刚上高1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除了我们这个小区之外的门，就是你好勇敢。那你那个时候拿了多少钱来的？啊，这个问题很好啊。500块钱吧。是谁给你的？我奶奶给我的。我说我要找我爸去，想自由一点，然后就刚好我爸在上海上班，然后我也没去过上海。所以是你奶奶管你管得特别严吗？因为他对我会有一些他们的想法嘛。比如就会想让我去学个手艺，然后在那个职高。学个手艺，但是我当时想，我说那我学个手艺，我不如自己出去。我爸不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手艺嘛，我就直接去找我爸去。你爸爸，您父亲是厨师？对，厨师，他是厨师。学什么呢？那个时候？当时我就从切配开始啊。切什么？切配。切菜。对，那个
专业词语叫打盒。哦，打盒就是你在上海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餐厅里打盒。对对对。那你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我是上海最低工资，我领低保。多少钱？可以说吗？2100块钱。那份工作你满意吗？当时那份工作？很累，但是拿到工资的时候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的付出有收获了，因为真的很累，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上班会这么累。怎么个累法？这个问题好，真的。对，16场景化了。对，因为很热，夏天那里巨热，然后每天都是要去切料，然后搬东西。因为我那个职位是比较杂的，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今天 OK， 服务员太忙了，我要去跟他一起去端菜。然后呢，如果洗碗工太忙了，我要去帮他洗碗。你看多好玩啊！这些都是那个挺好玩的信息。哦，就相当于你是这个厨房里的万能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不是那么万能，因为有的活我是真干不了。就比如刚开始让我切东西的时候，我切得很慢很慢。比我想象的好哦。好很多。哦，跟你聊的不是游戏，对，那种人生的那种小细节。游戏王者的人生。对。哇，这个故事也很好。通过 Fly 的成长故事来带入，这样观看门槛就没有那么的高，整体还是比较抓人的。那当时你16岁，你是先在这个厨房工作，然后后面从这个厨房里离开辞职，回家陪了奶奶一段时间，然后再决定走职业这条路。那个时候你跟你父母商量了吗？你看进入那个核心了，进主题了。没商量的话，商量了呀，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去学理发去了。啊，你是骗他们说你去学理发了？因为当时最早去的话是没什么收入的，所以我不太想让他们担心我。那段时间的支出谁来负担呢？你看岳林特别能问细问题，场景化它，这真是个好习惯。支出的话，因为自己上班也攒了一点点钱，因为也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基本也有阿姨做饭吃，就是付出可以说是零成本。但是据我了解到，你是不是为了打那个王者荣耀，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哇，真是巨资！我花了3个月工资去买，我还被我们爸差点要打我了。那个手机当时是多少钱？6088，巨贵。6088，那真的是你3个月的工资哎。对啊。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正式的跟你父母说我已经走上职业这条路了？这个细节问得好。对。而细节推进。记得是18年吧，18年还是1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登上 KPL 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成就了，已经开始有收入了。我记得我登上 KPL 开始每个月都会领到工资，然后还有奖金。哦，所以你是采取了一个先斩后奏的策略，避免了一顿拖鞋的毒打。我爸当然也不会真打我，他只会阻止我。但我现在觉得你一点都不矮。从我跟你见面的第一次对话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个矮人。我有个故事，我跟你分享一下。最早打职业的时候，哎呦，打开了。你看，主动来。当时我的主教练是葛米尼，葛大爷。当时我每天打训练赛，我都是不说话的。我打完游戏也不怎么说话，然后跟他们基本就很难交流。我跟他们说最多的话就是可以打不了。然后当时我的主教练就觉得不对劲，他就鼓励我让我勇敢的开口说话。当时记得很清楚，他是给我的电脑上面贴了一个 nice， 他就让我说你不会说话，那你就从每天喊 nice 开始，让我多去跟别人交流。进入 KPL 以后也有很多这类的采访或者怎么样的，就慢慢的引导我就可以逐渐打开心扉了。对。天哪，我觉得玉林这一组要进入榜单了，我感觉。游戏。意外的好。Fly 对我来说也难，因为是专业项的难，但它脉络非常清晰。我觉得王韵玲有在追问很多的细节，因为你给他很多的抓手，让他可以讲自己的细节和故事。Fly 整个的输出和我们对他的
了解都是达到一个新的层次的。那这么多年下来，有哪一段时间，或者说是哪个转折点，你会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可能那段时间确实处于一个相对的低谷。都是有效问题。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整个8年的职业生涯有3次这样的情况。第一次是，队友的离别，就是18年 Cat 走了。对，18年 Cat 走了。因为第一次 Cat 走的时候我就很难接受，但是我没有表达出来，藏在心底里面。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很矫情，不太想示弱。他现在已经开始直面那个韵玲，开始有时候会有一些眼神上的交流了。对，已经开始接受了。对。那他走了，你有没有偷偷的哭？有的，偷偷的留小珍珠了，但是我没有跟他说。偷偷在被窝里哭。在宿舍小哭了一下，但是在他离别的时候，我是忍住了。他现在知道你曾经为他掉过小珍珠这个事情吗？他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信不信你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私下可能你们感情很深，但是你们不会互相表达，甚至有的时候还是那种互相调侃、互怼更多的状态。对，一般都是互相诋毁。互相诋毁？怎么诋毁？互相攻击。你怎么攻击他？我不太好说。也不是不太好说，他就转回到意识大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切死你，等着被我切。他当时玩中路，压力他。但事实证明，在19年的那个冬季赛，你也确实把他切了。对，赢得很艰难，打到巅峰对决才赢的。那一瞬间是不是自己都恍惚了？哇，我居然赢了我的老队长，最熟悉我的这个曾经的队友。你看，这些都不是表演提问。对，感觉很好，他有感觉。是不是你又想带他去上班了？哇，这个真的是他手感很好。对呀，就是一个真访谈者嘛。对对对，惊艳到了。这就是天生，这是有天分的。节奏都好。对。那据我知道啊，是不是在2019年，就是那场比赛之前，其实你们队里也闹了一些矛盾，是吗？是的，有点矛盾，因为当时是训练状态很不理想。然后呢，我们当时的指挥是770嘛，因为他心智比较成熟一点，他年纪比较大。他是老将，770是一位老将。对，他是一个老选手。他就说，能不能对自己狠一点？这个他不想上去丢人，因为当时是打的境外的一些队伍。所以当时他也很差，然后上去打境外的队伍也打得难舍难分。当时下来之后他就说，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狠一点？然后他不想上去丢人，然后他就扇了自己一巴掌，就回去收拾行李，他要走了。他是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扇了自己一巴掌。对啊。就是在比赛前夕，他说他不打了。对，他说他收拾行李，他要走了，我都懵了。我说我们都没扶出去走了，我们怎么打？我当时愣在原地了。因为当时我们的年纪都比较小，还有一个队伍比较小的一个打野选手，他当时就一动也不敢动，在那看。那然后是怎么解决的？后面我就说不行啊，没有辅助我们打不了，我们真得过去给他表个态度。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几个过去了，然后我们就一人给自己的一巴掌，给他表一个态度，他就留下来了。一人给了自己一巴掌。对。谁先打的？谁先打的？太好了！什么叫做追事实？亲爱的们，真的就问事实不问态度。那表个态度都是事实。你看，谁先打的？我先打的。你先打的。他要个态度，我就给他个态度。哎呀，哇！我就说我们一定会好好训练的，我们一定会加油的，我们一定会完成你的指标的。回来我们再拼一次。对，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我的队友要走了，我没有辅助可以用了。退无可退。对，我必须要打的呀。那所以，然后在19年的冬冠，你是有举起那个奖杯，然后大喊了一句“我们回来了”。
啊，当时主要压抑了心里面的情绪压抑了很久。我只想说，我们回来了。我觉得虽然他话不多，但他话里边很多细节，有的时候你会有画面感。励志故事、逆袭，然后兄弟情都有了，非常画面，我都觉得应该就他们队拍的电影，就是脑子里都有电影了。那其实，在18年到19年的这个阶段，你是不是有过一段时间是做到替补席的？有一段做到替补席，可能是你有过非常多荣耀时刻，你拿了很多的冠军。那为什么18年，即便是你这样一个经验很丰富、有过很多荣耀的这样一位选手，还是会被安排到了替补席？当时的我肯定是不理解的，那现在的话，我慢慢开始理解他了。哦天哪，真的用心了，2天的时间。哎，我现在理解侯子泰为什么同意说还是让他来。这里下了多少功夫，我们前面的担心都不存在了，不成立了。他说的那些比赛的名字，然后具体的年份，俱乐部的名字，前队友的名字，他想都没想。我觉得他理解，而且他理解那个故事。你在这1-2天之内，你要在这么丰富的素材里面去找我该看什么，其实这很难的。王韵玲，惊艳到我了。那我记得在21年的时候，你发过一条微博，我还记得是4月21号还是22号吧。你说从 B 组打才有意思，因为正常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比赛最好肯定是从 S 组开始，然后或者说再其次从 A 组开始。而且我觉得韵林就是实际上他肯定对于那些整个 Fly 的10年当中，关键是个一无所知，但是他很多东西能把它继承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了。哇塞，优秀！那你觉得你是努力型还是天赋型？努力更多一点吧。这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电竞它是一个唏嘘大于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因为其实有很多电竞选手，他们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碰到那个最终的奖杯，可能有很多人他们始终是坐在替补席，他们就一直都没有上场的机会，或者还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为了一次上场的机会，他们就会不停的转会，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会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我觉得这就是电竞就是残酷的，每一场比赛你一定会面对输和赢，面对赢大家当然皆大欢喜，那如果你面对输呢？其实面对输就跟那些没有机会上场的选手是一样的情况下，就是那些还在想着上场，但是却没有机会上场的人，其实跟去面对输，我觉得是同一个情况，就是很不确定性。但是呢，你如果坚持，你如果比如说你把时间线拉长一点，你可能今年1年你没有上场，但是你把时间拉长2年、3年、4年，你总有上场的机会。因为 KPL 也有很多选手是一直没有机会打，一直几乎没有上场，但是他一上场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有很多。但是电子竞技就是这样残酷的，没办法，它就是淘汰制的。真的是。其实你还是认为，就是这个行业厚积薄发和信念感特别的重要，不能再一点点就可能我没有办法上场我就放弃，而是我要坚守到底。不管是现在 KPL 选手，还是未来想加入 KPL 的选手，应该把不能上场这个情况当成常态。因为本身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人在这个赛场上了，你现在就是要缺一个机会，就等这个机会，所以你要把视为常态。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它是常态，你不去努力，一定要去努力，保持这个心态，有机会上场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时刻准备着，不管我此刻上场还是不上场。对，这就是他成熟的地方。我觉得价值观也有了。故事、情感、价值观，对，完整。这个是优秀的采访。我觉得你是对自己认知很清晰，并且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所以其实我突然想到你之前说的那句话，你说我不是一直站在山顶上，但我一直在追逐山顶，其实就是一直很符合你现在的状态。是的。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你的身份、你的职业其实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你再回头看这座城市，上海这个城市，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哇，还有设计，首尾呼应了，call back 了。16岁跟25岁的上海，就是有无限可能吧。就他能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机会，就在我们
万州的话，可能就是会一眼望到头。但是我出来，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出来就会有可能能好，或是更好，或是不好。想做什么就做。我觉得每个人能做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热爱的是电竞，那就来吧。虽然很难，这条路很难，因为你热爱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做到最好都是很难的。但是你想做什么就做，因为现在还年轻，有试错的空间，放心的去做，不用害怕失败。这男孩表达也太好了，都在点子上，一句废话没有。是的，哇，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其实就是很符合你当下的一个状态。而且其实通过刚刚跟你的交流，我也感受到，就是一个冠军选手，不单单是你的故事有一飞冲天，还有更多的是卷土重来。哇，这个现场接的茬，哇，妈呀，总结到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热爱和你信念那场。对他来说也是热爱和你们。热爱可以啊。王岳霖，你这种心态也是。我看太感动了。我觉得你的心态，做什么事情都会成的。谢谢。好的，那75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 Fly 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我们的飞牛大将军在未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非常精彩。非常让人难忘的瞬间，谢谢你，谢谢彭云飞。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太好了，棒哦，加大分，上大分。天哪，我觉得我都不能做到更好了。他这个做真成熟，对，独特，这是他的风格，就是无可替代，就是他，就是韵霖，他在那儿就成立，因为他的提问跟他的人格是高度同构的。谢谢。哇塞，你真的很会说哎，好厉害！谢谢，真的好棒！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太有人格魅力了，太感谢了。我觉得你说的很好，而且很真诚。每次刚好问到的都是我知道怎么回答的。真厉害！谢谢，没有比较难的。谢谢，来之前真的加油，再一次创造奇迹。可以，谢谢弗莱，谢谢，辛苦。那我带 Fly 去见一下4位带教老师。好的。好，那你们俩先收拾一下。好，拜拜。拜拜。感谢。拜，弗莱，拜拜。玩得开心，新疆之旅。这里面有好多子泰的功劳，对，所有的那个电竞部分，电竞部分的很多专业的东西应该是。但是韵霖非常棒，全都背下来了。是的，全部有很多都是我看他们那个提纲，全部都特别专业的。这真的得吃透，这不是背下来的。对，天哪，2天的时间，厉害，真厉害，这就天赋型选手。韵霖，真的，啊，一直不显山不漏水，韵霖。哇，太牛了！行吗？包型的。你不要为了安慰我，你客观说。没有特别厉害，真的特别厉害。你就无缝衔接把，当时有一个瞬间，就是你讲到哪儿的时候，然后就无缝衔接说你确实在2019年的冬冠还是2017年的冬冠把它切了，你还记得那句话吗？哦，无缝衔接，就是他说我要把你切了。你说那你在2019年冬冠确实是把它切了，然后他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给想起来了。主要是他确实。我来之前好紧张，但是我担心的那些点就不复存在了。他确实很健谈，而且他很真诚，你不觉得吗？就是鲁豫老师说，真诚就是最大的必杀技，你在他面前就没有任何其他的。Yes， 厉害！感谢你，合作愉快。没有，我觉得我做的最正确的。他能把这个带走。他可能真的不爱吃青提，他可能会拿出去被别人。我们是不是要帮他澄清一下？他真的不爱吃青提，他都没有带走。我吃一个吧。可能是他今天吃够了。好，那我们走吧。但问题是你要提问好，才能激发对方的真诚啊。对，搭建的这个真诚的场。对。那种松弛、利落、清澈。对。然后坦荡，又不会让你感到压迫。没有任何压迫。对。你就自然而然的一些小细节流淌出来，怎么做到的？他完全建立了叫做你懂我，我值得说。是，终于到我们了，也算是压轴了。哎呀，看看这组，本来觉得特别好选，对，这一下子，关键在旁征着了。郑姐写点什么吧。加油，最简单、最朴实的话。加油！给你画一个吧。
让我画的很，哇，你画的是我今天的发型吗？但是我画的也不一定非常好看。哈哈，哎，你这个衣服画的很传神。展示一下你的画作。加油！加油！走这上去吗？还要走吗？哦，那不走了。这是我们的采访场地。就这些全都是真书，然后这边会有一些画啊什么的。哦，我觉得这个场地它会比那种传统演播厅舒服很多，放松很多。我觉得一定要跟他先聊一聊，让他跟我们建立关系。对。本来是真觉得一点儿不紧张，这个等待的过程确实让人觉得，就是很期待，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真难为他们了，太紧张了。好运，来。好问题，来。张老师您好，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冯玲。冯玲，那我们要去哪？我带您过去。好。在哪？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不着急，不着急。哇，终于等到。拍一集。如临大敌。庞真有经验，然后他也有他特别温柔话语场搭建的这种能力。看张老师了。Hello， 张老师。Hello， 哎，张川老师。你好，你好。这是我们2位实习生庞真还有王玉。真，你好，张川老师。姓庞真，庞大的庞。好，庞真。真，我叫王玉。王玉，那个玉是一个日一个立。对，你好，你好。感受到您的力量了。老师您坐这边，对，坐这。老师您坐这儿吧。吃饭了吗？吃了，吃过了来的。今天是这样的，是庞真他来采访您，对，然后呢，我在旁边做一些笔记。对。好。主要是2位沟通。对，我们昨天不是先给您发了一个那个采访提纲吗？看到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我的问题是，你们真的打算在这个时间内把这些问题问完吗？哇哦！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给到太多？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在问我的一生。不容易啊，这个采访。大家是不一样的受采者。对啊，这里面最难的是张春。庞真第一个选择，这4个嘉宾他可以随便选，我觉得他选了一个最难的。他明知道张春已经跟鲁豫老师有过深度的交流了，他已经把那些很深的东西都展现过了，那你怎么再去挖那些呢？你说讲他的成长经历，这就反而觉得没意思了。也就是说，难度挑战也太大了。所以看他们能不能找到新的话题跟点。他得超越啊！我就想，天哪，用20个问题，用20个角度来问我的人生，对。不会的。对，那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大概初步的想法，但是今天我们准备把那个抛弃掉。抛弃掉，因为还是想看老师自己比较想说什么，然后以及我们到底会聊到什么，就是不一定要按照那个东西来。因为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就是又很怕我们了解的不够，然后又很担心我们了解的太多。你不用担心这个，就是你想了解的太多或者太少，你也不能决定你能了解多少，对吧？因为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还有我的事。是。如果年轻的采访者遇到这样的被采访对象是有压力的。他不顺着你说。对。我要说多少，这是另外一面了。你是眼睛红了吗？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俩从前天到昨天，先是看那个1003天，再是看《一生里的某一刻》，我是全看完了，然后就好几次就是真的是被感动到。对，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应准备尽准备，就把我们的问题全都列出来。但是我们在后期，尤其是给您提交完以后，我们会把这种准备缩小。我们会有几个核心问题，也是庞真他特别想问您的，就是挺好的。对。哎呀，你不用解释那么多了，姐都懂的。那我叫您张春姐，还是叫您张春老师比较合适？你喜欢哪个？那我想叫张春姐。好的。那2位可以随时开始，我在这边好，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那我们就开始啦。好。我们已经出第2集了，续集了。
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今天旁观者清，我们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姐姐。这位姐姐呢，她既是作家，也是心理咨询师。她还开了一家只在晴天才开门营业的冰淇淋小店儿，而且我其实特别期待能去一去。没了。没关系，在我的心里，我其实已经去过了，而且今天我在现场，我还见到了你。他还是特别会讲故事、特别会创造故事的人。我觉得对他的抬头介绍定义实在是太多了。说实话，在我今天上场之前，我在反反复复的想，我到底要怎么去介绍张春姐。所以今天我选择直接把话筒交到他的手里，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春老师，欢迎他，欢迎张春老师。张春姐，你觉得我刚刚对你的这段描述，你还满意吗？有一点点不满意，就是这个店已经关了，所以我就自己赶紧补充上了，所以没有那么满意，没关系，因为我也不是死人。太真诚了。易立竞老师应该访一次张春老师，我觉得这个肯定好看。我们俩都不是属于顺着对方说话的人。对，我已经期待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火花。我自己补上就好了，所以你也不需要一次性的全都搞到完美，不重要，没事。哇，你的这句话也是让我感觉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是吗？对，因为我来之前一直在思考，就是你已经参加过那么多访谈了、节目、播客、录制，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不是显得相对来说会比较稚嫩一点？你本来就年轻啊，这个是你的特点，它也可以是你的优势。那你在就是接受不同的年龄或者说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人在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给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吗？说实话，大部分没有不一样。人们对我的投射、对我的兴趣，它是比较集中的。可能我就是有一些社会身份、一些社会标签，所以人们对我的想要了解的东西就是类似的。所以其实，在之前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经常反反复复的回答一些就是很类似的问题？会，然后我就会就是如果他有前采或者是有提纲的话，我就说这些你去看这篇。对，我都讲过了，为什么还要我再说？倒也没有不耐烦，我理解这种情况。那如果你还有超出这一篇内容里面，你还感兴趣的，那你就再问。如果是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俩都省事。其实我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不太认识张春姐，但是认识你的他就爱你爱疯了，是吗？抓得好。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就是当时我们整个课题组在场所有的女生，我们就说，我们都知道张春老师，我们都疯狂的爱着他。然后我们的男导师，包括我们的一些男学生都说，好像是没有听过。我就发现，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看来我还要努力。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可能我也会问到一些重复的问题，但哪怕有一个人他不知道您，或者说他没有听过，没关系，我并不讨厌这些问题。你看这个放下来了，已经进入聊天场了。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有说到，其实张春姐你之前是做过好多不同的工作，是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你是从小到大你就一直觉得我要过不一样的生活，还是没有？谁小时候知道长大了要干什么？你小时候知道你要当主持人吗？我知道，真的啊？我从小就想，我从小我要当一个主持人，你就一心一意的就是要当主持人。但我后来也没当成。你什么叫后来？你现在也还很年轻啊！你说的后来指的是，就是我当时本科毕业之后，我本来其实就是很坚定的，我想要当一名主持人，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最后就没有走这条路。但是现在我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就是这不是殊途同归，然后兜兜转转又回来了。你要这样说的话，也有一点启发我哈。你要说殊途同归，其实我没想到我会做这么多种工作，但实际上我心里有一个基本的这种职业认同是作家。这一点上确实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个念头的，只不过我大部分时候没在写，但这不影响我把自己当成作家。那你现在还在继续这份工作吗？我觉得我应该到死都是，哪怕我从现在到死都没有再写一篇文章，我也
自己认为我就是作家，这一点上来看跟你是类似的。哦，其实说到类似，我是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相同，可能我对你做的功课要多一点。我当时看了就是你写的这本书，就是我确实要说，在认识张晨杰你本人之前，我其实是更早的先看过了你的书。像上次我在跟张春做播客的时候，因为我提前把他的书看了一下。当你引用了他的书里面的某一段话的时候，瞬间可能会激起对方的某种情感，旁征学到了，然后会引出对方可能带有情感的一些表达。有一段话还是给我就是造成了非常重的一个冲击，就是你在说这个社会它对女性的这个压力是双面的。我当时被冲击到的并不是说你说出了这个现象本身，是我发现我身在这个规则当中，但是我不自知。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一路按着我要考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我在按这样的步子在走。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好像它是对我的双向的一个压力。其实这个双重束缚，它具体的含义就是，它是2个逻辑来评价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不漂亮，就说明你懒，就说明你自我管理不好。如果你太漂亮了，你就是在惹事，或者你就是在虚荣。这就是用2个逻辑来圈定一件事情，它就会成为一个怎么做都错的事情。这就叫双向束缚。但我感觉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可能不仅是我，可能还有很多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用2套逻辑来去限定一个事情，它是错误的。但我觉得，如果听到了这句话，听到了这件事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它就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诉诸于语言的作用。就是你原来反正隐大家都这么过的，它就差不多吧，大概是这样吧。但是它诉诸于语言，你就会看到，哎，这很荒谬。它就像一个隐形的敌人，你把它显影了，显影出来，你就发现，哎，这个人长得很奇怪，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有矛盾，他有冲突。这就是语言的用处。我觉得这不愧是心理咨询师姐，我觉得我今天免费来上你的这个课，也是蹭到了。已经有交谈的欲望了，刚好进入状态了，是吧？太可爱了，情绪小能手。鼓励，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还有这种啦啦队，我怎么没有？我以后得要一个。我也要一个。我去，咱俩互相给对方当啦啦队吧。咱俩不是要成立灵力组合了吗？对，可以，互相来。其实我早几天在看你的那个微博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就是你生活当中经常会发一些那种就是小跟我妈的爱恨情仇，她很好笑。因为我有看到你，其实14岁的时候你就已经离开家去求学。对，我跟我妈妈在一起住这么久，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其实有很多陌生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爱吃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吃瓜子。嗑瓜子儿。对。然后我也经常找茬跟他吵架，听起来你感觉很叛逆，可能也因为离开太早了，没有尝到我叛逆的那个厉害。现在可以尝一尝。对，现在正在尝，他正在吃这个苦。也不是苦，对于妈妈来说，它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真的吗？真的。这有细节了。跟妈妈的故事。我为什么一直拿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让我很有安全感，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你在写妈妈的那个部分，我就是想看不敢看，特别想读完，但是就是眼眶模糊到看不清字。我有时候在想，这本书会不会是我写的？我妈妈是会计，然后你妈妈也是会计，真的啊？然后里面的遭遇、经历、说的话、做的事一模一样。真的。对，然后我必须想读一下，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触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的同学告诉我，遇见妈妈在空旷的操场上独自痛哭，那时候爸爸刚去世1年，这个家庭还没有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就有灭顶之灾接踵而至，这一切又落到了妈妈的身上。如果换个人做我妈妈，也许我们就都活不下来了。张春已经看到他了。
你也生过重病，你爸爸也走了，在一模一样的时间节点。我妈妈她是这样，在我爸爸生病的那一年，我做了一个手术，我的外公做了一个心脏的支架搭桥，然后我的外婆摔成了重伤，我们4个人住在一个医院里。天哪！然后所有的担子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天哪！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支柱可以支撑着你下去？完全来源于你自己。我妈妈，就我觉得我是我妈唯一的支柱，她也是我唯一的支柱。如果我垮了，或者我伤心了，或者我崩溃了，她一定会比我先倒下，所以我必须要牢牢地立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就是平行时空的我自己，但是我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我只会说我妈好惨。但是我在看你的文字的时候，我有一种就是很震撼的力量，然后穿过我，击打到我。你说有这样的榜样在我的面前，善待生命的决定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我觉得他也看到了，我比那个时候幸福多了。我现在觉得人生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的，我们都过来了，多有力量的故事。这种故事能够碰这么高，碰到一起，它是一个极偶然的情况。对，但是他很有说点前走之后，他就直接拿出自己的故事撞到张春，就是这么有感情的回馈。但确实有啊，就浓度很高啊。我觉得他还是很勇敢的。对，他有真诚换来真诚。小时候我没有意识，就是什么是榜样，但是大一些成年以后，我会有这个感觉，而且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刚刚做了一期新的节目，还没有上线，就是写普通人生脚本。我现在觉得这个脚本，我妈妈一直在执行，就一个普。对，我使劲忍着呢。我高2那一年，就是马上要升高3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妈妈就查出来背上有肿瘤。我是在后来我妈妈已经来上海肿瘤医院，就是全部手术做完之后，然后我才知道肿瘤特别不好，所以我刚讲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后怕的感觉。总有一天，我就很懂那种，就是你很担心爸爸妈妈会离开你，我就很想拼命赚钱。等于庞征搭了个台阶，对，让普通人和张春之间搭了一个台阶，带进去了。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很奇妙的特质，就是你只需要去讲一些特别的平常、特别稀松的小事儿，但这些小事儿非常的有生命力，而且很动人。小时候我们会常听到这不是流水账吗？不值得记录，不值得叙述。但是现在你说不值就不值啊，我说了算。对，你看不惯的就拉倒，爱谁谁吧。对对对。那你平常会去看大家对网上对你的评价、关注啊，然后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好问题，
如果这一段时间好评多，我就会刷到。如果恶评多，我就点不感兴趣。对，我会尽量不看。那其实对于网上对你这些评价，其实你也就不是特别在意，就爱谁谁吧。那肯定是在意啊，我在意我才会点不感兴趣嘛。我要是不在意，我就随他，我就说呗，我觉得啊挺有意思的，这个人这么看我，我没有这么厉害，所以我就隔离他。在意，但是一边去。没办法，我也奈何不了，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反正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做那个直播带货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始攻击你，比如说，哎呀，长得脸歪嘴斜的啊，就是卖假货的，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我当时一度被这件事情困扰，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会在想，就是为什么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那你是怎么消化的呢？反采访了，它是个对谈，对，不是典型的采访。但是其实这种在现在的语境底下很受欢迎的。对，那你是怎么消化的呢？我会哭，但是我不会当着镜头哭，我会结束之后回去就是痛哭一场，然后再告诉自己没事的，加油，要挣钱，明天第二天再上班。辛苦了，辛苦了。哎呀。不容易，你去消化这些不会很容易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老一点就会好一些，对你再过10几年、20年，你可能哭的时间短一点，甚至不哭，你会更红，然后那些贱人更加按耐不住了，这个会不会剪掉？这个会的，姐放心说，我是希望不要剪，我想说给那些人听，留下来，对。听到了吗，导演？我们在今天见面之前，向鲁豫老师偷偷的打听了一下你，然后鲁豫老师他其实一直在重复的强调，他说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现场我也感觉到了，就是你可以和一个第一天见面的人，然后去谈论你的妈妈。在我看来，这其实还是一件蛮隐私的事情，感觉好像陌生人之间他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去建立联系。所以我当时也特别的忐忑，我说这能说吗？我说我很害怕，就是当我去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对你来说，它其实可能是个负担，或者说它其实是一件我不太去愿意说起的事情。但是你有这么多责任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我有负担，我就拒绝呀。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这个谈话是我们2个人的。所以你做你的，直到你被阻止。特别好。王玉又给情绪价值人说好。要不然我们怎么衡量我们可以跟别人干什么呢？我对我的生活的看法就是，所有的事都在冒险。当然了，你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冒险。可是认识5年的人也会背叛我呀。那何以见得那种情况下就没有冒险呢？都有冒险。你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当成是第一次见面，而是最后一次见面呢？是不是可以说了？好像感觉什么都能说了。对呀。有没有可能也不要去听那些大道理什么的？对，很多大道理他们就是骗人的，所以少听一点。所以你其实对于这些大道理，你会保持一种很警惕的心理。对，就是我现在何止警惕，我根本不听。包括一些针对女性的这种老登话语，比如说你要独立，你要大女人什么的也不用听，他说白了都是大道理而已。啥叫不内耗？张春就是像那种野草似的那种野蛮的生命力，特别蓬勃。就用郑清文的话说，就是当命运垂青我的时候，我就信命，啊，他不垂青我，我就不信。这倒是也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是的，是的，丰俭由人这些道理呢，你可以听，但是我做不到，它就是没用。警惕那些大道理，警惕那些金句，更要警惕那些爽文。对，我也觉得世上可能真的有哈，但是我不信，那我就只讲我相信的故事。我觉得张春的生命已经被迭代，就是又更新。
他进入了表达值得的状态，就是值不值得说是知识分子最大的防。哇，太好了！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访谈他对面的那个嘉宾了，他甚至都没有说让对方回答问题，就是他抛出一段自己的想法、感受，然后等待对方的回应。只有张春，你只要跟他坦诚，他什么都能接着。对。我决定我要听什么，我决定我要做什么，我决定在这个世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对，我觉得相信这一点的人应该更多才对。对，应该越来越多。我相信看了今天的节目，以后还会越来越多，以后应该要越来越多。对，今天非常谢谢张春老师。其实我是第一次见到张春老师，我非常感动，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可以这么的坦诚。这么的真诚，然后跟我分享他一些很私密的故事，或者给到我一些真的很震撼人心的一些力量。我说实话，整个过程当中我是反反复复的被治愈，但是我相信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被治愈，肯定会有更多的人被治愈。我感觉很多不同的女性，她们在努力的前行，她们在发表她们的观点和态度，她们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过程当中，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会有更多不同的可能。然后这种女性和女性之间能量的流动，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刚刚张春姐说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但我希望不要是最后一次。那我们可以再约。谢谢张春老师，谢谢你，谢谢张春老师，谢谢，谢谢抱一下好不好？谢谢你，谢谢。这很难，真的很难。太棒了，我们的同学们。沉郁的林。我觉得张春在某一个时刻转化成了心理治疗师。谢谢姐，辛苦你了。所以很辛苦，对不对？你要做很多事。对，但是你跟我讲那个辛苦了，我还是觉得好久没有人对我说辛苦了。然后我觉得今天我是更幸运的那个，不是说我能力更强，而是我有机会在这里可以坐在这里面对你和你交流。但是我一定把我的搭档邀请过来，给你们画个符。对啊，但是我在央美面前，画得很好。我就是觉得央美认证是吗？太好了，那我开心了啊！因为我非常好。我也抱您一下，谢谢。哎呦，慢点。太费劲。没有，不会。老师您先。谢谢，辛苦了。哦，我喜欢，怎么办 ？Oh my god！ 难了！哇，这个太难了，这太好了。哎，我们这一期开始之前不是信心满满，觉得这盏灯必亮吗？这怎么弄？幸福的烦恼现在是都这么优秀。对，这两段都是震撼的发挥。我们先说前面韵林那一段。哇，那一段完了之后，我内心真的难以平复，久久难以平复。我不知道为什么韵林身上有非常清新的一种特点，而属于这种年轻世代、00后世代沟通交流和访谈的一种新范式出现。他的接话怎么那么自然，又短又细，然后像小针一样准确。说我们当时每个人抽了自己一巴掌，谁先抽的？就他那个下意识的反应太棒了。我自己会觉得是王韵林的这段采访是成熟的采访者的样子。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某个行业做到某一个级别的时候，它一定是有天赋存在的。对，天赋加努力才可以达到那个级别。在这段采访中，我甚至都没有见到青涩。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感到惊艳的。虽然说张春和这个庞征那个故事特别感人嘛，但是如果说采访的话，我还是选王韵林。还有一组，选2组。选2。就现在你要选1、2名。哦，那就是雨佳和诗文嘛，是第2。没错。但是我觉得王韵林的那个是断崖式的。哇，这么高的评价，在这4组里面，韵林是断崖式的优秀。他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这段采访拿出来就是成熟的采访。哇，天哪！简单的说，就是你看完一段采访之后，你对这个被采访者，无论你认识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可能会想认识他，对不对？或者你对他有一个觉得这个人是丰富的、立体的。那你认识的人的话，你会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东西，有增量信息。就我们采访就要说重新打量每个生命。
比如说对于公众人物来说的话，他有没有被重新打量？叫者来女和 Fly， 我甚至看了他俩的采访之后，你知道，我现在对这俩人感兴趣，我想采访他们。你们觉得里头有什么废问题吗？起码现在呈现出来的没有。但是我至少我个人感觉是庞征也很好。我觉得如果一段访谈的内容可以打动看的人、听的人，它本身就是有质量的。至于我是用一个问题激发的，还是用我自己的故事激发的，我都是激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采访者有的时候未必是用一个问题，他敢于用自己的故事来激发，当然也是一种激发。他激发了张春对某种生命状态的表达，就那个表达本身是感染人的。就是韵林和庞征，他俩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个就是让你有没有回到当时的场景里。韵林其实一直在让 Fly 回到细节，去给大家展示出来我有这些东西。但庞征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张春老师在照顾庞征，是的，在治愈他。对，在治愈庞征。如果说只是对人物的理解的话，肯定是我对 Fly 更好。但是那种情感触动上来说，肯定是庞征这一组会更好一点。我从观众的角度，我觉得我在那一段里面，其实我是有收获的。就如果你前面对张春了解的特别多，你会觉得说但其实大多数的人也许没有对张春那么多的了解。那么那一段，我觉得我在那一刻从情绪到内容上，我是被打动的。它也许不完整，但是它打动人。我的评价是一个采访者，那采访者的话是王韵林，他是靠着采访，就真正是访谈的这种状态出来的。庞征的话，他是在某一个点打到了这个他的被采访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比如说庞征去采访另一个人，那你觉得他现在呈现出的这个采访的提问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的话，会达到什么效果？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叫庞征去采访另外一个人，他不会用别的方式。好难。来，各位，因为这是 team 的作品，所以这两者都要涵盖其中。那至于这两者谁的比重会更大，需要建立在我们对4位导师的推测之上，因为是他们做决定，而我们的这个猜测要跟他们一致，我们就亮灯。事实上，你要猜鲁豫。核心落点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一轮探讨的最后才来做出这个判断，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先来聊里面很好玩的小细节。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庞征这一组，他感觉他跟访谈嘉宾像在照镜子，人生经历太过于相似了，母亲的工作、父亲的遭遇、家庭的变故、人生的阶段和在过程当中的反应和成长。我们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遇到一个人，感觉像照镜子？你有吗？有一个老师跟我说，未来我会遇见的另一个我，会在我的一个角色中遇见。离开他那儿之后，我在回去路上，我就看窗外那个路过的这些街灯啊、建筑啊，我就突然间想到我曾经有个角色，就是在拍我一个人，可能一些很碎的过场戏，然后在换机位的过程当中嘛，就很快，我就一个人在旁边一个角落里待了会儿，其实也没事儿，但是我就那一刻，我就突然间想哭。旁边虽然在忙啊，但是我就一个人，好像在那个角落里，我就感觉到这个角色，这个人物，曾经真的存在过。然后呢，我心里就有一种在跟他对话的那种感觉。我说，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的？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存在过？那个角色呢，也是我在演戏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转折生命角色，叫萧景瑜，就是我。去年在拍第2部的时候，一个人在角落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存在过，就存在过，我曾经见过他，这种感觉，就一个演员和角色合体了，对，那种感觉就遇见了哈，对，就是遇见了，时空里那种就重叠了，就撞击了。这个角色也是给我职业生涯带来一个转折的一个角色，那种是比相信更大的力量，我觉得。志胜有吗？我还好吧，
挺独特的。有2个智商就可以演漫才了。对，有2个智商可以演漫才了。我还好，但是我碰上那个，我当时去演戏的时候，会有光剃，就是4个剃光的那种，然后跟我长得巨像。郭兰哥他们不也有去我那个戏吗？一开始在那盯着我半天，我在那边，我在喊他们，他说你不在那边吗？然后一看是那个我那个替身，就长得巨像，而且我俩之前都没见过，我俩说话的表情都有点像。哦哟，真的。他也是山东人吗？他不是山东人。哎，那个人他自己有什么感觉？他见到你的时候，他也很震惊，他跟我说哥，我也没想过我有一天能当男1号的替身。其实表达那个意思就是没想长成这样你能当男1号，他说我也没想过长成这样能当替身，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长相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个事情是大家对你最直观的一个，会释放的一个信号。所以他当时看到我之后，他经常会说我治愈了他一点，就是庞真也会说的那个叫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因为他只在这个长相上看到了不好的东西，但他说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可能性，看到了一丝温暖，就是那个时候，但是他也很快乐，也很开朗。我不是说那个他就不快乐不开朗，但是他一定会是带给过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俩看到之后真的是互相治愈的一个过程，我俩感情就在现场就特别特别好。哎，那你们交谈的话，你们能谈得来吗？谈得来。频率什么的话，就是我们曾经因为长相受到过那些的伤害，很类似，你知道吗？那些的伤害很类似。就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我真的就是觉得我相信了很多事情，就是你的局限性，在这个局限性里，可能你能很幸运，就是你突破了。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就可能就是你的局限性，很奇妙的命运，很奇妙，因为离得很远。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后面有它的必然，这命就是必然性嘛。但是你说的像个时间原石一样，就看到另一条生命线的那个感觉。对对对。最难的地方来了，就是我们需要在4组当中选择2组，不仅要选择2组，而且要猜出一个顺序。就是导师们评价的第1名和第2名分别是哪一组，然后我们会在后面的照片上盖上我们 offer 的红章。如果我们的猜测2组正确，而且顺序正确，点亮这一期的这盏灯。第1组王韵麟，我现在我也说，然后第2组李雨佳。按这个顺序来，韵麟和雨佳，这是易老师的。哎呀，我这反驳专业了。就在我心里，雨佳他们第1名，然后韵麟他们第2名。反驳这么大呢？到了个个儿，基本是一致，掉了个个。我只是很羞于、很惭愧于和王子奇竟然想的一模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雨佳和韵麟。雨佳和韵麟，我觉得在采访技巧上，包括在整个的感受上，可能是韵麟给我的感受会更好一点。但是我又考虑到节目的一个整个的呈现上，像易立竞姐说的那个有种、有料、有趣，我觉得相比于韵麟来说，可能雨佳更贴近这3个一点。因为我觉得泽来女老师她在里边又讲了很多爆料的东西，又有很多态度的东西，然后又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有料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我对这个的形式感判断来说，雨佳第1，韵麟第2。我觉得智胜都已经连宣发这块都考虑上了。哪个能上热搜呢？俊麟呢？好难啊！你就按照自己真诚、真实的想法说。我真实想法跟他们2个一样。我从几个小细节的话，你像诗文在旁边的那种提醒，也是带教老师们一直看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也是这个打分的一个层面，那个 team 的感觉。
对，有道理啊。我从配合的层面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说他们的配合可能会更默契，对，更默契，然后也更恰当，对吧？对，他的那种举牌很恰到好处，对，又给了他提醒，又没有让嘉宾感受到这种在采访的突然跳出来那个状态的束缚当中。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投他们第一的一个点。有刚才俊林说的这个 team 的这个合作的状态，这个要素引入之后，在我心里稍稍占得一点先机。我觉得雨佳这从2个人的角度来讲，那确实棒，他们2个人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但是王玉在最后一组上起到的作用确实又有限了一点，这怎么弄？哎呀，我可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选择。嚯！我其实是有一点想把第2名给到庞征的，但你说李雨佳那一组好不好？很好啊，所以我其实特别急。这好难啊！这次我们很少出现如此多的答案，百家争鸣的这个多好啊！这说明这些年轻人们都在成长，成长太快了。当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理由之后，每个人心中应该升腾起一个自己的答案。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用举手的方式。我们先为第1名举手，心中认为在刚才4组采访当中，觉得这个第1名是王韵林组的。3、2、1，请举手。来，你什么时候被挖过去的？你最开始不是？对呀，你不开头的吗？因为我说了，我自己内心是排第1的是韵林他们那一组，但是那既然2位专业的都说他们依然是第1，那我肯定是选韵林这一组呀。这就是容易成长的人，不犟。采取了专业的意见。那个极有可能最后我们集体都是这样。不会吧，2位，我们今天一期节目可架在这儿了，访谈界的两个门派。王子琪，让你看看什么叫推免的实力，一会儿你等着。怎么把我架起来了？让你看看2个 master 的实力。master 合并了。哎，我就宁可是错了，我也要维护我心中的秩序。央视和南方内力雄浑激荡，中传和北科这边也是毫不示弱。那我们直接投第2名，我认为第2名不是我俩都不举下手吗？你第1名，我们的这是太不尊重master了。不，你提个名也行呀，你举，觉得第1名是雨佳队伍的，请举手。优秀。觉得第2名是雨佳队的，请举手。很棒，你这个真的太棒了。 3票，哎呦，这有难度。觉得第2名是韵林组的，请举手。嚯，觉得第2名是庞征组的，请举手。请举手。所以就是结果已经出来了。现在是第1名是王韵林组，第2名是李雨佳组。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叶老师代表我们这个观察团的意见，把这个章可以盖在他们的右上角。我们韵林和子泰是第1名，好的，然后是雨佳，加油啊你们！然后是诗文。好，结果即将揭晓。此刻呢，我相信弹幕也已经心跳加速了。我需要给在座的各位，还有屏幕前的弹幕的凹粉们一个温馨提醒啊！此时此刻可以呼吸。那我们到底最后结果如何？最后一段 VCR 一起来看。我们在这儿把前2组选出来，每人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我真的好难选，我真的觉得太难了。啊，他们也觉得好难选，跟咱们刚才是一模一样。赭蓝女那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的确，可能采访对象也比较好，能够讲出很多故事，给到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林妹整场她表达非常好，虽然话有点长，但没有纯情绪表达，她是有她的逻辑在的。但是呢，她没有能够打破孟雨桐那个壳。但是就是端上去没下来。
这是有一个缺陷在的。孟羽童那组呢，我能看到他们每个人的巨大进步。我现在回想，杨利伟第一轮采访易老师的时候那个状态，和今天采访羽童的这个状态，那绝对进步太明显。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您之前做了非常久的一个记者还有主笔有关？就是这些大量的练习对您后面做主持人有一些积累和积练。累吗？你觉得在格力上班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前老板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松弛多了。对他第一次太紧张了。太紧张。然后 Fly 这个呢 ，Fly 它对我是有难度的。我把我放在韵玲那个位置，我觉得我事先我得准备很多，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很多在我看来很复杂的问题，他没有一次看他那个稿子，非常充分的准备，姿态功不可没。我同意。庞征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把自己和张春的关系变成一个我在倾吐我的问题，然后获得了某种心理治愈。如果你按好看的话，哲来女跟张春一定最好看的2期。对，嚯！但如果你要按考核的标准的话，庞征他有真诚换来真诚，但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他问出来的。哎呀，跟易老师一模一样啊！英雄所见，果然略同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纠结，我可能更倾向于 Fly 这一组。你们先讨论一下，也许我还会变的。Fly，yeah。庞征的确是真诚，面对真诚，而且他抛弃了他整个的采访提纲，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采访嘉宾更投入的来跟他进行这次访谈，这也相当不容易。可他确实，尤其到后半段，他忘了他自己的身份了。哦，庞征那个不会。这就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怎么评价呢？他的经历真的就碰巧很极致，尤其是张春说，我之前来的时候还是带着一点情绪，但最后我完全放下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是庞征挺真诚、挺勇敢的，而且他也没有完全忘了自己要问什么，他还是问了几个还蛮好的问题的。姐，你有遗憾吗？就那几个追问让我觉得很舒服。但是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2个人经历如此相同，有极大的偶然性。那如果把韵玲放到这里来，肯定不会是这个效果，因为韵玲没有这样的故事。那如果把庞征放到韵玲那里呢，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很难想象。但是话又说回来哦，像张春这样的嘉宾，是一个你很难去主导他的嘉宾，你怎么去问他你从小到大的故事呢？我不是说让庞征去主导他，我就觉得整体表现的这个状态是就是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偶然性的这种碰撞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相对来讲对韵玲那组稍微往上看一点。雨佳呢？他们也要举手了，我感觉。他们指定也争到不行。所以你心目中的前2是？你的选择是什么？我倾向于给到哇呀！不会吧 ？No way！ 他们的那个讨论和我们的讨论其实很像，高度同构了。所以说明我们是专业的，是最专业的2位老师，最顶级的，最顶级的。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长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都完成功课了。好疲惫，真的这种等待时间其实真的很痛苦，还不如给个痛快的，给个痛快，求也给我们一痛快。等待，悠久的等待，我是煎熬的等待。啊，我要去拿外卖了，拿一下，拿一下。这游戏好吓人！快下去拿了，上来吧。还可以吗？可以吧。您的那个老师拿上来了。爬出来4个代教老师。没事，我快去拿，应该来得及。嘘，陆羽老师在外头。也就是刚到吧，别早都到了。好家伙！你看我说，开门就4个老师。老师们回来了。老师好。是要上厕所吗？我们拿外卖。要去拿。好，拿了马上回来。哎，我们还以为你在电梯口等我们呢，迎接。
嗨，老师们好。好，老师们好。 Hello， 你们都吃过饭了吗？哎，吃也没吃。如释重负吗？又结束一个，算是。如临大敌呀，这是。对，是如释重负。看看老师们回来，其实你怎么去？来，各位同学回到工位。对，待会儿我要发邮件了。 Oh my god！ 这个邮件啊，可怕的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求给一痛快的发吧。但我感觉我大概率知道结果。无论怎么样，都很棒。你看嘛，我不看，我看你的表情，就是平淡就是平淡，然后开心就是开心，好不好？你不要演。好好好。好难呐！我先把我的邮件打开。雨佳还是有信心。 自己都会有感觉的，是，但是他们对其他3组是完全茫然的。这干嘛？这2个助教师姐，他手都在抖，肯定都紧张。 心跳有点快，现在。诗文太淡定了，就是知道自己有。不要再等了灯了，不要再等了灯了。没有邮件收到是没有这个声音的。你那个电脑怎么老响了？对吧？因为有人给发消息。 大家现在谁都忍受不了任何一点声音了，给个痛快，给个痛快。给我们看一下结果好吗？哇，你别折磨我们呀！来了。来。OK， 大家收邮件吧。感觉像我们猜测成功一样。我看着都我手都出汗了。哇！哎，完了，可以呼吸，可以呼吸。 雨佳，马斯特！我们加一下微信吧，然后把你们俩拉黑。加一下微信，然后拉黑。居然是我们，是我们。 就是李雨佳和张诗雯没得说，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采访，就是成熟到我觉得这不像是第一次采访。什么在羊圈里唱歌这事儿，我还一直真挺感兴趣的。大家的反应和反馈，你是有预料到的吗？就是那一刻您在想什么呢？改名字的这个过程和您的脱胎换骨是有连接的吗？对您来说是一种压力吗？在参加歌手，很多的人可能对咱感觉有一点，哎呀，听不懂你的胡说。你有没有就是被打击到过？被打击的不要太多。走起山西，寒潮我觉得很亲切的。最可贵的是，我觉得李雨佳和张诗雯他们2个感觉像是2个人一起在唱。诗雯坐在旁边，那个倾听的状态也很到位。然后每次举板子，我觉得都举在了点子上。我觉得整体非常流畅，包括他也完全克服了过去在各类考核当中比较急，对，所有问题都愿意反过来想，我们去提醒他的东西，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觉得雨佳和诗雯在我心目中肯定是第一。你要按考核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同样认为芷来女这采访最好的啊。我同意。哇，太好了！早这么双剑合璧，早这么珠联璧合，大家熟悉不？有点温熟，是
没熟透，没熟透，小熟。哎呀，句句都在理呀，咱们哇，哎呀，成功的感觉这么好啊！说实话，这可以吹一辈子了。不是我们成功的感觉好，而是我们击败的对手太强了，这种感觉太好了。哎呦，太开心了，开心了，开心了，不容易。哇哦，30分喽！感谢信任，感谢信任。这个真的要感激韵林，两个人搭档很默契。耶，可以，我很满足，我非常满足。庞征有他特别可贵的地方，但我们今天比的是采访的能力。Fly 这一组是他需要调动所有的采访的基本的技巧跟能力，是在里面是展现了的。那你是什么时候正式的跟你父母说我已经走上职业这条路了？哪个转折点你会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那他走完你有没有偷偷的哭？但事实证明，在19年的那个冬季赛，你也确实把它切了，就是那场比赛你们队里也闹了一些毛病。那然后是怎么解决的？一人给自己的一把呢？谁先打的？我先打的。其实通过刚刚跟你的交流，我也感受到，就是一个冠军选手，不单单是你的故事有一飞冲天，还有更多的是卷土重来。确实技巧上，王韵林更像主持人，更成熟一点，更老练一些。对，我也比较倾向于第2名给到韵林，就是 Fly 这组。哎呀，真好，没事儿，我们赢得了心理的秩序，对不对？我们忠于内心的感受。可我还想要有成功的表象。我们猜的2组是对的，顺序猜反了。但有人连顺序也猜对了呀。是的 ，Master。还在学校呢。这个。牛。我们这点东西不行。走吧，没事的。等一下，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先祝贺我们4位获胜的实习生啊！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做的整个都非常的棒，就是每一个访谈都很有质量，和第一次你们在东视大楼做的访谈相比，天差地别。所以要恭喜你们每一个人，也要感谢你们每个人努力付出。然后呢，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要给大家。今天的奖励除了积分之外呢，获胜的4位实习生还将获得由天猫官方直播间发放的心动通告。作为特邀主持人，参与到天猫双11的特别盛典。哇！在天猫1年1度最盛大的购物狂欢当中呢，带薪探宝带领亿万网友解锁双11的精彩。让我们恭喜雨佳、诗文、子泰、韵林解锁天猫官方直播间的心动通告，期待双11看到你们大显身手。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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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那张旭老师，我们接下来是要，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复盘，然后该吃饭吃饭，该回家回家。好，我是获得一次带货的机会吗？还是应什么？该是，但听起来很好，挺不错的。咋了？来，描述一下你们的心情。非常满足，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干嘛？这 AK47都压不住了是吧？如果节目播出效果，今天4组里面肯定2个好看的，张春和芷来女。但是呢，我们就又是个考核，所以考核会有一些硬性的指标。张春说，因为你很真诚，但是很多他其实是有些在拖着你走。我们认为有一段时间你采用一个方法，就是你给我进行心灵的疗愈，
和心理的分析。我可以说它也有用，因为我反正后期能够编一个挺好看的节目，但我们现在考的就是这是得问出来的。确实，因为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已经屏蔽掉了外界所有的声音，完全忘记了考核这件事情，我就是完全沉浸进去在听，就是一个真的一个采访，对不对？对。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又在想，确实我的话语占有量是很少的。因为他在讲那一大段话里面，我其实可以摘出好几个不同的主题，然后我一下就不知道我这个脚该往哪儿踩。我就是听他说完了，然后我可能脑子里10个小时在打架，这个说那个，这个说那个，但最后我出了一个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但是你这个临场能力挺强的，因为你讲了一个冰淇淋店，要是我的话，我就会事后再给你纠正，就是那个信息有误。他的习惯就是直接现场告诉你，那瞬间你没慌，或者你慌了，你的专业知识让一般的人看不出来你慌了，非常非常好的。王宇，你今天真的给的这个情绪价值太好了，给足了。王宇已经开始艺术创作，太可爱了。我以后说得要求回去我采访我团队，每隔半小时给我取一个，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希望你今天没有挫败感，你会有一些遗憾，可以沮丧，学习姿态，沮丧一晚，然后第二天又是一条好汉。现在就过了，就放下了，也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 emo 了。对，因为一路走来，我觉得你们总体也是有输有赢，这也非常非常正常。其实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通过你们2个合作完成的这个访谈，让我对者来女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深刻的认识。而且这个第一是我们4位老师没有任何疑义的公认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2个人一起团结协作能够达成的一个最好的结果啊！班长和学习委员一起给你们班争了一个第1，非常好。谢谢老师。行了，今天可以开开心心睡一觉。得点不了灯了。不是有点挫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容错率已经很低了，朋友们。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第7期录制，而我们现在在第7期结束之后只有5盏灯，那就是说接下来所有期里面我们最多还能错1次，对吧？不要给自己压力。虽然这盏灯没有亮，但这说明所有孩子们有多么接近。是。这8位当中的水准是不是毫厘之间？不是，而且真的就是你这一路看他们到现在，你有点不敢相信。你感觉第1期是不是演的呀？第1期是不是故意就不喜欢叶丽静老师？下一期那合同，我经纪人呢可以。否则我很难理解，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如此之快。我也不理解呀，对吧？我能理解吗？对呀，就我人缘这么不好。没有，这是 offer 的魅力。我们这 offer 虽然到第7季了，但是每一季给所有人的感觉就是它是最好的一所学校，就是它真的大师课。你想想这种级别的大师，2位这样级别的大师，其实到达一定水准的时候，其实观点是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我俩一选对了，你没有对错之分了。但是你俩，人陈明老师说的是个终极真理，就是没有对错之分。是风格不同，但你俩咱就是说优秀。master。刚才虽然欢乐归欢乐，但是我收获非常非常大。我感觉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破碎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形象的破碎，那种破碎是有代价的，而且是很荒谬的，是抽象而荒谬的。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的节目里的呈现，比如说者来女老师，我之前对对者来女老师就是破碎的拼接，非常不完整。但今天是我完整的看她这么长时间的说话，我完全刷新了我对她的理解。我其实很好奇一点，就是你们在都经历过这个破碎的时代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离谱的传闻？就像刚才哲老师的名字啊等等，有一些非常离谱的江湖上盛传的
传闻。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离谱传闻？我那个离谱传闻太好笑了，多离谱！不光离谱，还很丢人。有一回营销号说徐志胜最近想买劳力士，但不知道如何购买，深夜向黄子韬请教经验。他咋来的呢？不是真的吗？这个凭空来的。我。那到底你深夜向谁请教的经验呢？能这么问吗？全林老师。全林老师，我就从来没想过买过劳力士。你买的是百达翡翠是吧？百达翡丽啊！我以为我记错名字了。伊丽静老师特别想买百达翡丽，深夜找徐胜确认名字。还有那种就经常会刷那种大家的座驾，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好比他会发一个说 offer 观察室所有嘉宾座驾，然后你的照片后面配一台车。哦，对，但这个很奇怪，我跟很多人就是出现过这种截图里，比如说offer观察室呀、650啊，或者很多节目都会有我的那个车。别人的车换来换去的，就我是一辆8到10万的车，从来没见过。我不是说嫌那个车便宜，8到10万的车，关键是我红绿色盲，我根本就不会买车的。对。我一直以为你买了那个车之后雇了司机，没有，我买车就已经很心疼了，还要雇司机，我还买不买劳力士了？全都买劳力士和百达翡翠了。对啊，不买车所以买表嘛。俊林呢？有没有？有过一个，当时说我什么生气，从楼上往楼下泼热水的。寝室吗？还是哪儿啊？在家里面，在成都，说我往下面泼热水。我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么缺德的事儿？对，当时是泼的凉水吗？没有，解释一下，就完全没有泼水，无稽之谈，就没有水这事儿，就你那会儿都没在家是吧？家里已经断水断5天了，在家有可能是楼上泼的什么的都可能。但你不可能是我泼的，这个确实，这太离谱了，我觉得这离大谱了。哎，这就是碎片时代嘛，这为什么需要深度访谈的原因。就我们永远需要对一个生命真实的那种好奇和完整经历过往的了解，所以很感谢这个节目给了我们这样的渠道。无论是屏幕里还是我们现场，我觉得虽然很欢乐，但是塑造的是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人物形象。最难的这个深度访谈或者说人物访谈已经告一段落，那接下来他们又要奔赴新的战场，在新的战线和新的赛道上迎来新的挑战。我知道一点儿，就是下一场可能会是他们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整个场上的感觉最放松、最好玩、最自我的一次考核。哇，那太好了！是什么场子呢？下期不就知道了吗？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购物、外卖、旅行上淘宝，万能的淘宝天天有优惠，纵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各位，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接下来我们迎接我们的第7个课题，就是综艺节目。哇哦！那我们这次的考核内容呢，就是以腾讯视频一见你就笑为蓝本，进行60分钟的棚内综艺节目的内容策划和录制。那么本次录制的这个惊喜嘉宾呢，应该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李维嘉、朱旭丹和杜海涛。一共8位实习生，分成2组，每4个人组成一个主持团。你们要坐飞机前往长沙。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见你就笑最后一期的杀青连排。他们是带他们彩排一下，他们要另外策划一期。来，现场准备，3、2、1，走。可以。慧姐，哎呀，多么，帅的老子。我可以啊，王玉。他在这个节目里彻底打开了自己。我们是迪丽迪哥，你看王玉不一样吧？王玉放开了。好，3、2、1，来了。来上班啦！真正关坐办公室会着火。哇！西哥拼了！哎呦喂！哇哦！怎么办？我就制服了吧！张老师，你最喜欢的实习生是谁？西哥，豁出去了！这娱乐节目好不好看特别简单。
一定要拼命。陈经理接到了一通电话，等一下还没完呢。为什么这么多戏份我们彩排都不彩的呢？再给你2句话的时间。因为主持人他不是助兴的，他是泼冷水的。上一轮比分我们是赢了，这一轮比分他们追平了，他们队就获胜。不是你们这规则有问题啊！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双11上淘宝更优惠。本节目由天猫双11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用尽全力唱出一片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题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天天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